妈呀，怎么好像有个人影跑过去了？我不玩了，我要退出。前段时间我开箱了2台笔记本，引起了大家的热烈讨论。有的说 CPU 差点事儿，有的说显卡不上档次，而刷的最多的弹幕则是 AMD Yes。好吧，那么今天这一台，看大家还能挑出什么毛病。ROG 魔霸5啊，标准的3A 游戏本，市面上3A 平台的笔记本也有一些，但是魔霸5啊就把3A 的配置直接堆到了顶。我们先来看一下这台游戏本的主要配置情况。看了上面的参数，有2项最为亮眼。新一代 AMD Radeon 9 5900HX 超频版标压处理器，搭配全新的 AMD Radeon RX 6800M 移动显卡，在游戏本中，这已经属于当前最顶级的3A 平台配置了，大家可还满意？首先，这块 AMD Radeon 9 5900HX 采用 Z3 架构，7纳米制程工艺，8核心16线程，使用6项供电设计，并且出厂进行预超频，可达 4.67 赫兹的加速频率，最高90瓦性能释放。其次，这块全新的 AMD Radeon RX 6800M 其时钟频率可达2300兆赫，搭配 12GB 的 GDDR6 显存，运行功率可达145瓦以上。同时，采用 AMD SmartChef 的技术，可提升约 15% 的性能，并且通过 AMD 显存智取技术，还可获得约 4% 的额外增益。对了，它的光追能力也很不错，稍后我们测试一下。那么接下来我们快速看一下这台游戏本的整体外观情况。首先是 A 面，一条斜线将其分割成2个部分，整体采用铝合金材质，轻量化且耐用度强度更高。比较好玩的是左侧这部分花纹，其中另有乾坤，这里可以看得更清楚一些。这些花纹是一个一个的 ROG 组成的，很有创意。当然看得更清楚的还有这个 AMD 的 logo， 同时它的旁边还有点小彩蛋。2006，我记得这是 ROG 的成立时间。另外这里还有一个 AMD 的信仰徽标，上面写着3啊，代表着 ROG Ryzen Radeon， 并且 ROG 还把它做成了可更换的，磁吸式安装，拆装简单。魔霸5啊还额外赠送了另外2种颜色的徽标，供粉丝们进行个性化搭配，人性化制作。这是魔霸5啊的壁面，铝合金机身的缘故，边框做的比较窄，所以屏占比达到 85%， 使用的是一块 IPS 屏幕，C 覆盖 100% sRGB， 支持 FreeSync Premium。屏幕右下有它的一些硬件参数，比如300赫兹刷新率、3毫秒响应时间、RX 6800M 加 R9 5900HX 冰霜散热系统，最高100瓦 PD 充电，支持杜比全景声等。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它这个铰链设计很有特色，阻尼感优秀，翻盖式非常顺滑，同时铰链前移也让后方有了更充足的散热空间。对于这台笔记本的散热能力，稍后咱们也做一个具体测试。哦，对了，作为一款纯正游戏本，魔霸5啊并没有搭配摄像头，那玩意儿我感觉用处不大，实在想用的话，单独配一个可能效果会更好一些。接下来是 C 面，它搭配的是4区 RGB 炫彩影人键盘，同时还有一个比上代产品面积提升了 85% 的触控板，用起来可能舒适性更好一些。4个游戏方向键用白色和其他按键区分开，据说还做了键盘进风设计，其作用是降低这块区域的温度，提升游戏体验。键盘键程 1.8 毫米，键帽曲线 0.25 毫米，所以实际使用下来，这款键盘的手感非常舒适，适合长时间的游戏操控。顺带提一下，这几个快捷键也很好用，通过这里可以快速打开奥创智控中心，以及调整游戏本的工作模式，以适应不同的用机场景。对了，这键盘底部也设计了一条灯带，同样可以灯光同步，在夜间操作时很有感觉。机身地面，打开这块盖板就是它的冰川散热系统 2.0 的核心部分，同时在左侧这块区域还预留2个直连 CPU 的耳面插槽，方便我们后期升级存储。实话说，对于一款游戏本来说，现有的512G 是真不太够，装不了几个游戏。再来看一下背部接口部分，一个 USB 3.2 Type A， 一个 USB 3.2 Type C， 支持100瓦 PD 充电，并且还支持 DP1.4A 8K 60赫兹或者120赫兹 4K 独显输出，一个 HDMI 2.0B， 一个千兆网线接口，一个电源接口。机身左侧2个 USB 3.2 Type A 加一个耳麦耳机接口。机身右侧这里就比较简单了，只有一个出风口。以上就是这款魔霸5啊的外观部分的介绍了，接下来马上进入测试环节。在 IDA64 中性能模式下， CPU、GPU 双烤10分钟， CPU 温度93度， GPU 温度88度，整机功率最高155瓦。增强模式下， CPU 温度95度， GPU 温度87度，整机功率最高179瓦。这和官方公布的增强模式下180瓦匹配。不过对于手动超频模式下的190瓦，我并没有测试，因为它提示有风险，而我从来不冒任何风险，对于我来说180瓦已经足够用。同时测试过程中，我还在满功率运行的情况下进行了噪音测试，整体噪音只有51分贝多一点，这个成绩算比较优秀了，因为你通常不会在这种状态下运行你的游戏本。放一个待机状态下的噪音水平，大家可以对比一下。温度方面，满功率运行时，顶部中间区域 39.3 度，右侧 40.3 度，左侧 36.5 度，
键盘区域 38.4 度，右侧出风口 44.5 度，左侧出风口 45.1 度，前部出风口 55.4 度，前部中间区域 28.4 度。你没看错，这里就是这么凉快，一点热量都感觉不到。在 3D Mark 基准测试中，最终得分10527，其中显卡得分11451， CPU 得分7226。在他预估的游戏效能数据中， 1080P 下战地5预估 FPS 130以上， GTA 5预估 FPS 100以上，荒野大镖客2预估 FPS 50以上， Apex 英雄预估 FPS 140以上，堡垒之夜预估 FPS 155以上。由于找不到同等的对比对象，所以我这里和一台3070的笔记本做了一下数据对比，给大家提供一个参考。需要说明的是，作为一块全新 GPU， 3D Mark 把 RX6800M 识别成了 RX6700XT， 但最终得分并不受影响。此外，硬盘读写速度方面我也进行了测试，读取速度3069，写入速度1597，这速度玩什么游戏都绰绰有余。固态硬盘确实是玩游戏的不二之选。游戏测试环节，我分别以 1080P 下全高画质测试8款热门3A 大作，分别是战地5、赛博朋克2077、绝地求生、GTA 5、彩虹6号、泰坦2、漫威复仇者、生化危机8。首先是战地5，10分钟内我分别测试了小地图、大场景以及载具驾驶、近身炸坦克、近身交战、壮烈牺牲等普通玩家经常遇到的场景，然后还模拟了开飞机空战以及壮烈坠毁的场景。当然像我这种高手是不会这么猜的，大家莫要误会。最终平均 FPS 113。然后是赛博朋克2077，全程都是在室内测试，也变相的增加了硬件压力，最终平均 FPS 65。紧接着是绝地求生，我加入一场友谊赛，踢了10分钟足球，和其他玩家进行了非常友好的交流，氛围热烈而和谐，最终平均 FPS 102。在 GTA 5中，由于它本身自带了基准测试系统，大家可以看到 FPS 数据还是挺不错的，根据场景的不同 FPS 在150到180之间浮动。在彩虹6号中，我也运行了它自带的性能评估系统，最终平均 FPS 186。随后是泰坦2，我分别进行了单人剧情模式和多人在线模式的测试，最终平均 FPS 258。漫威复仇者这游戏对于配置的要求比较高，令我意外的是，它竟然支持 AMD 的 FSR 技术。这项技术可以在基本不牺牲画质的情况下大幅提升游戏性能，因此在开启 FSR 以后，整体的 FPS 表现优秀。最终10分钟测试过后，平均 FPS 124，对于这款游戏来说，属于一个非常优秀的水平。如果你的游戏也支持 FSR， 记得开启它。最后，我又忍痛大几百买了个生化危机8，恐怖游戏一向是我的禁区，所以我想趁机挑战一下。需要说明的是，这款游戏也支持 AMD 的 FSR 技术，我们一般达到平衡就好。最后，我大着胆子进入了游戏，入眼就是应该是我的老婆和女儿，顿时就长舒一口气，起码这开头部分还是蛮温馨的。瞧，我的女儿多可爱！但是随着剧情的推进，我直接摘掉了耳机，这实在是太吓人了，感觉小心脏就要跳出胸口。所以我也赶紧跳出了游戏，看了一眼帧数，平均 FPS 137。但是我又想起我的职责，务必要帮大家详尽的测试这台游戏本的真实性能。比如这台游戏本对于支持光线追踪的游戏效果如何，想必大家也很想知道。所以我再次返回了游戏，当然仍然没有戴耳机。开启光追后，光影效果变得更加的真实，那种恐怖的氛围也更加剧烈。我每时每刻都怕有一只鬼手伸向后背。妈呀，怎么好像有个人影跑过去了？我不玩了，我要退出。最终在开启光追的情况下，平均 FPS 94，效果超出预料，非常不错。但感觉这款游戏我是暂时不敢碰了。其实在我一贯的固有印象中， AMD 平台貌似更倾向于作为我们的生产力工具，所以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又测试了和我相关的视频剪辑工作。首先是使用专业的视频剪辑软件 PR 剪辑一个4G 大小的视频，全程操作非常流畅，没有丝毫卡顿。而在视频导出过程中，我顺手做了监测，通过右上角监测数据可以看出 CPU 和 GPU 使用的功耗并不大，分别是47瓦和38瓦，说明它还有余力。同时我也测试了更容易上手的剪映，也是操作流畅，没有丝毫问题。接着是达芬奇，我忽然叠加了一些特效进行实时渲染，在每次操作的前1秒会出现轻微的卡顿，最后恢复正常，所以严格来说也没有问题。最后是我常用的字幕软件，上字幕的过程也同样顺畅，没有丝毫卡顿，视频导出的速度也比较快。在这里 AMD CPU 的多线程占据了很大优势。同时建议大家在进行压制和导出视频的操作时，可以把游戏本开启到增强模式，让 CPU 更加充分的发挥作用。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对于这款3A 平台的顶级游戏本，你的看法如何呢？欢迎留言告诉我。